一位沈念初在。怎么是他？草菅人命！无良医院，草菅人命！快出，过来！抱歉，我今天来晚了，学校课有点多。咱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呀？帮家属医闹，1天200。医闹，这不好吧？不好，那无良庸医说我妈得了癌症，手术做了，钱花了，人也没了，结果跟我说搞错了病理样本，得癌症的不是我妈。老太太，给奶奶1个岁数，往后人养大，还没享福呢，就被无良医生给治死了。太过分了！那庸医来了，庸医，还我妈命来！你看上去年纪最小，快去！你个庸医，你知不知道你害死了人家妈妈？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真的对不起。你擦够了没有？对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喂，什么？有人要接我奶奶出院？妈，你住这破医院1天就好几百，多浪费钱啊！就是，你孙子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这婚房还没有着落呢，住在这能安心吗？赶紧给我回去！走，回家。我真是回家，回去！哎，什么呀你？沈念初啊，正好你来了，谁让你把老婆子送医院里来的？出事你负责吗？奶奶在医院里面能出什么事儿？告诉你们，想把奶奶带出去干什么？不知道奶奶她生病很严重吗？不治病会死的。我们当然知道，要死给我赶紧死！我们好办警，收点份子钱，你孙子还等着这个钱交彩礼呢。还是人吗？奶奶她活得好好的，你怎么能让她去死呢？怎么，他不死，你拿钱给我儿子交彩礼钱啊？啊！赶紧给我滚！就是一个假的孤儿，亲奶奶留什么好哭的？今天你我在血淋上带走奶奶。哎，我还收拾不了你了，我过来，告诉你，这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对你太好了是不是？啊！我老实点。解压头啊！别动！怎么回事？听说是为了钱，什么彩礼啥的？这老婆子可怜哦，被打的是她孙女嘛，好造孽的哦。好像不是亲的，捡的。大人欺负一个小女孩算怎么回事？这是人家的家事。刚才还在楼下医闹，现在要上楼打架，骗子！行了，去学校的面谈时间快到了，走吧。顾舍爱，你真的要视全世界的女人为蛇蝎吗？你家人都快急死了，天天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你介绍对象，生个孩子，你不为自己想想，也为你家里人想想吧。程爱，我告诉你，沈念初，医药费是你付的又怎样？这是我亲娘，我说不治就不治，你一个捡来的野丫头，有什么资格阻拦？你给我滚！我求求你了，你不要带奶奶走！你不是想要钱吗？我给你钱！求求你拿这个钱去给表哥结婚。这还差不多。这次就便宜，下次可就没这么简单了。走，起开！老不死了。顾三，这是孩子，这些钱你是攒着上大学用的，是
奶奶连累了你啊！没事的，我以后还会赚好多钱，我会给你看病，会给你养老，别担心。小初，你到哪儿了？顾教授的讲座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赶紧过来呀！我不去了。不来？这可是你梦寐好久、新生儿科大佬的讲座，你……喂！这是我们学校的荣幸，就这么定了啊！以后呢，每个月来学校做一次讲座，能帮到李叔叔就好。后生可畏啊！看到你啊，就想到我大哥的女儿，她要是还在啊，肯定跟你一样优秀。黎叔那么优秀，他女儿要是没走丢的话，肯定能继承他的衣钵的。话说我没记错的话，哎，程安，你是不是跟黎叔的女儿有过娃娃亲？哎，人都找不见了，还提什么娃娃亲呢？讲座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走吧。不行就是不行，出去，出去！主任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奶奶她生病住院了，她要手术了，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，我求求你了，把学费退给我。怎么回事？校长，校长，我是24届的医学生，我奶奶她得了肝癌，她住院了，我真的很需要学费。哎呀，没事，姑娘啊，你慢点说。我真的很努力在赚钱了，我每天除了上课，我都在打工赚钱，只要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我都去做了，我什么都可以做，但是我的钱都被大部头们抢走了。我真的很需要学费，我求你了，把学费退给我，我可以不读书。看来就是在医院被抢的。这退学费啊，确实不合规矩。不过我可以给你办理休学，等你把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完以后再回来。不行，我奶奶她最近就要手术了。黎叔叔，他的情况特殊，我有所耳闻。您看能不能先保留学籍，把学费退给他？你小子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你给别人求情啊！那就这样，王主任，把他的学费退给他，给他保留学籍。好的，校长。谢谢校长，谢谢主任，谢谢。他姓顾。谢谢顾医生。陈安，我是专门来听你讲座的，你就加我个联系方式吧。陈安，伯母让我过来听你讲座，跟你增加一些新的共同话题。哎，你别不理我呀，陈安，开门，陈安。是不是那些女人太过凶？要我说，这真不怪伯母他们。像你这样青年才俊，不婚不育，不仅仅是对不起顾家，更是对不起广大社会。滚！我滚我滚！火气这么大，给你点根安神香，消消火。顾教授，顾教授，顾教授，你怎么了？谁叫你来的？你好像发烧了，我去给你倒点水吧。我今天真的只是想要谢谢你的，
要是你不舒服的话，我去改天再来。我这是怎么了？顾教授，我头好晕，好难受。难受，是你自找的。And it feels like a heartbeat. 'Cause this is the first cry. It's the one you can't get back. 怎么回事？顾教授，有女人进去了。该死！我好不容易才在香炉里面加了料，被别的女人捷足先登了。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叶景川没把钱给够。什么意思？这卡里有500万，记得去医院拿特效避孕药。我不希望跟一个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的女骗子有后续纠缠。我不是骗子，300万。我真的不是骗子，明明是你。100万。你不会把你赚我多的钱，我会给你看病，会给你养老，别担心。婴儿出生还不到100天，什么问题？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妇幼保健院的医生建议我们来大医院检查一下，留个档，方便以后万一要手术。孩子父亲呢？这孩子有先心，最好接受外科手术。他父亲知道吗？顾教授，你喜欢孩子吗？怎么？这孩子是我的？怎么？这孩子是我的？顾小姐也是学医的，你应该知道医生每开出的一张处方单药，如果有拿药记录，我这边都会被同步到。我是拿了药，但是你在我们发生关系的当晚拿了药，特效避孕药在12个小时内的避孕效果为96.9%。如果我的种子是那微乎其微的0.1%，那生下来的孩子不应该这么体弱。顾教授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你带着还在月子里的出来坑蒙拐骗、碰瓷儿认爹，你不更过分吗？认爹？顾教授，是不是每个来找你看病没有父亲陪同的孩子，你都认为是来认爹的？未免太过自恋了。我的孩子有父亲，他犯不着认你做爸爸，而且他的父亲很爱他，比你好1000倍、10000倍。比我好1000倍、10000倍的男人，说不给你钱，会让你刷我的卡。你好，我拿药。
禽兽、罪犯，我也不想生下你的孩子。沈姑娘不好了，你奶奶的病情突然加重，需要马上手术。什么？怎么会突然加重呢？她的病情本来就不乐观，早做早好。哎，你钱带了没啊？带了，刷这张卡。哎，快跟我来，走。人呢？沈念初，沈念初。你放心，钱和卡我都会还给你的。最好是。我可不希望花钱给别的男人养孩子。是不是去年跟你睡过那个学生妹嘛？我靠，她怀里抱着那个孩子，该不会是……不是我的，不可能，那孩子肯定是你的。程安，上次你跟他睡到现在，堪堪才280多天，也就是说，除非那3天他无缝衔接跟别人睡了，要不然那个孩子肯定就是你顾程安的呀。我看这个小女孩清纯的很，应该不会是那种滥交的人，所以那这个孩子肯定就是你的嘞。我知道你是觉得那个女孩是出来卖的，但那孩子不是啊，孩子流的可是你顾程安的血。不行，我得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伯母他们。他自己都承认了，那孩子不是我的。他说不是，那这孩子绝逼是你的。这孩子是不是在咱们医院做过检查、抽过血？我去做个鉴定，来个上第一。好你个沈念初，说要还我卡还我钱，转身出医院就去消费奢侈品。不用做鉴定了，像这种嘴里没有一句实话的拜金女，不可能是我孩子的母亲。哎呀，咋还不回来？奶奶，小初，月子里你咋就乱跑呢？赶紧把帽子戴上。来，月子里风是吹不得的，知道吗？小心。没事儿，奶奶，我打车去的医院，没吹风。奶奶怎么能不担心呢？小初啊，你的男朋友怎么还不从国外回来吗？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他们家还不张罗着娶你，奶奶怕你吃亏呀。奶奶，别担心，我不会吃亏的。我跟他已经商量好了，让他先在国外多赚点钱，等到时候赚够钱了就回来结婚。那时候孩子也大了，还能给我们当话筒呢。你们一安排就好。来，赶紧回到床上去躺着。哦。奶奶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孩子的爸爸没有在国外打工，他根本不认我跟孩子。不好，卡不见了。小树，你找什么呢？赶紧上床躺着。奶奶，你有没有看见我放在枕头底下的银行卡？就是那张黑色的。我没有啊。哎呀，儿子，咱们现在有钱了，明天带你去买辆车。是的。明天有这项链，再买2个。是你偷了我的卡，干什么呀？哼！这是我的卡。儿子，这卡里的钱是小初辛辛苦苦攒的，你们已经拿了他一次的钱，现在他又有了孩子，赶紧把卡还给小初啊！哎呦妈，您真以为这卡里的钱是他攒的？他一个臭打工的，大学都没毕业，怎么可能攒几千万？几千万！奶奶，实话告诉你吧，这钱是沈念初卖身卖的。你赃款那么多，你一个人也花不完。像是我们怎么了？反正你还年轻，还可以再卖。你闭嘴，根本不是这样的。小初，他们在说什么？
哎呦妈，你辛辛苦苦养大的大学生，为了钱让野男人给睡了，还给野男人生了个孩子。野男人，小初，你不是说你的男朋友在国外打工吗？哎呀，他那个孩子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野种，什么在国外工作都是骗你的。什么野种？小初，你怎么？奶奶！哎呦，奶奶，孩子不是野种，他有爸爸的，而且他爸爸很厉害。沈念初，事到如今你还在眼睛说瞎话呢。我没有说瞎话，奶奶，我现在就联系他。哎呦。喂，顾医生，我知道这个请求很为难你，可是能不能拜托你承认是我孩子的父亲？求求你了，奶奶。喂，你是谁？你真的是小楚那孩子的爸爸吗？老太太，我不是您孙女孩子的父亲，请您转告他，立刻停止用我的卡进行大额消费，否则我会提起法律诉讼，追回全部损失。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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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会这样？顾医生怎么会那么狠心？孩子他明明就是……沈念初，刚刚电话里那个人说的什么意思？什么叫要把之前的钱全都给要回去，还要告我们？肯定是沈念初给那个男人戴了绿帽子，生了个野种，那个男人生气了。那我买的这些都要还回去吗？那可不行啊！贱人，都是因为你，都怪你个扫把星，我打死你！像你水性杨花，这样就乱打！打死他，他死了，就没人知道这钱是我们花的了。还有那个野种，别动我的孩子！臭小子，这么大的好事竟然还瞒着我们！你个傻小子，找打呀你！哎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打我干什么？当然是因为这个。孩子都生了，人呢？我儿媳呢？什么孩子啊？我没……鉴定结果可不会骗人哦。沈念初的孩子就是你的。什么？你个傻小子，都当爹了，还什么都不知道。这孩子真是我的？当然，我亲自做的亲子鉴定，还能出错啊？接电话呀？怎么回事？顾教授，救我！臭小子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哎，顾承安，你该不会对沈念初有偏见吧？就算是他收了阿姨的钱跟你睡了，孩子又不……什么收了我的钱？8个月前，清北大学不是您给了学生妹一笔钱，让她给承安下药的吗？我疯了吗？要给钱让女人睡我儿子，还下药？这卡里有500万，记得去医院拿特效避孕药。我不希望跟一个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的女骗子有后续纠缠。我真的不是骗子。顾教授，你喜欢孩子吗？怎么？这孩子是我的。可是能不能拜托你承认是我孩子的父亲？我真是个混蛋！沈念初，你跟孩子可千万不能有事儿，等我。这个小野种就是个带把儿的，还真是。别动我孩子！我去你妈，不准动！哎呀，小初，你就听大伯一句，一个野种，我给他找个好人家，别跟着你好。给我，不行！拿过来！过来！松手！松手！大伯，我求求你们了，孩子，求求你们放弃，不能这
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。接电话呀，接电话。松手！打！松手！打得好！松手！住手！住手！儿子，你们干什么？沈念初，来，我告诉你，钱都是沈念初花的，跟我们可没关系啊。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顾教授，我们的孩子。你先检查一下，好。没事，不怕了。放心吧，老人跟小花只是受了点惊吓，没事的。沈念初，嫂子，你怎么？怎么样？严重营养不足、过度惊吓，再加上贫血引发的缺氧性昏厥，先给他输点血看看。这孩子受苦了，以前都过的什么日子哟！臭小子，看看你干的好事儿！我会好好补偿他的。叶医生，你安排输血的这个病人血型特殊，血库里没有存血。没存血？老顾，嫂子是熊猫血，咱们市医院只要他要，就得找到。安排下去，召集所有人脉，重金搜寻熊猫血。程安，你放心，有需要联系我就是。阿叔，是陈安哥的电话吗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说是急需用血，咱们家不是都是稀有血型吗？所以他打电话过来问问。谁出事了？这么大阵仗？一个贫困生，之前程安帮他呀，我就觉得稀奇，没想到啊，现在连孩子都生了。什么？他居然有了跟陈安哥的孩子！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你去看什么看？跟你有关系？爸，我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奶奶，你就是小宝的爸爸。你可把我小祖给害惨了！哎呀，奶奶，您先坐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？我的小初，她成绩那么好，就因为怀孕大了肚子，就被学校赶了出来。骗我说你是个很好、很会负责任的人，去国外打工就是为了赚钱娶她，对孩子负责。姊妹，小初是个好孩子，是我孙子辜负了他。奶奶，你放心，小初能把小宝养大，就是我们顾家的大恩人。这臭小子要是以后对小初不好啊，我第一个削他。奶奶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小初跟孩子的。
这钱你拿着。奶奶，这是我存给小宝做手术的钱，小宝的病也怪我。当初要不是为了存钱给我买药，小初也不会每次跑到小医院去做产检，因此耽误了小宝的病情。奶奶，您是不是把小初给您买药的钱都攒下来了？这钱您拿着，拿着。我老了，吃药也没几天活头。可是小初不一样，他被我捡到，跟着我老婆子苦了20多年，我不能再耽误他给小宝做手术了。陈，哎，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出来道歉！道歉？陈安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就原谅我好不好？怎么了？这是什么原谅不原谅的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，老李？当初在学校休息室，是他给陈安下的药。什么？咱们家跟陈安哥本来就有婚约，我只不过是想快一点，难道这也有错吗？闭嘴！跟顾家有婚约的是我女儿，不是你。但是爸，我也是你干女儿啊！再不闭嘴，干女儿都不是。陈安，我可以代替你去补偿他，但是你不能娶她。什么？不娶小初？难道你要让他无名无分的带着孩子过一辈子吗？奶奶，老师，我必须要对小初跟孩子负责。我的女儿跟你有婚约在先，你跟她结婚，那我女儿是不是就回不来了？我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。但是老李，你女儿都失踪20多年了，失踪20年怎么了？并不代表她不会回来。我怎么回事？啊，小初，你醒了。醒了。老师，无论如何，我都必须对小初跟孩子负责。为了这个女人，你要赌上我们这么多年的师徒情和顾家人家这么多年的世交吗？好。陈安哥哥，我方言，我这次看在黎叔的面子上，先放过你，但没有下次。走了，小月，人家孩子都出生了，就别强求了。贱人，你抢了我的陈安哥哥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怎么样？挺好的。臭小子，他都醒了，把孩子抱过来给他看看呀。哦，好。小初啊，陈安是个很好的人，你多相处相处啊，就知道了。真的吗？但是他之前……宝贝，妈妈好想你。这孩子啊，长得像小初，总是爱笑，不像我们家臭小子，天天板着个脸，像谁欠了几百万似的。是，这孩子真好看，像你。你身体还没恢复好，我来照顾你。这玉佩，这块玉佩我捡到小初的时候就戴在他的脖子上，我想肯定是他父母留下的。虽然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们，但是这块玉佩代表他们对我的爱。现在我想把这份爱传递给孩子，希望他以后每一天都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婉妃，
是我没用，20多年了还没找到小怪。就连顾家那个跟小怪订婚的小子都要结婚了，还要跟小怪退婚，他们顾家也不想想，当年要不是你，顾家哪里有今天？顾城安那个混小子，怎么说得出退婚这话？老师，你不要说了，我是不会答应退婚的。你的婚约是我女儿唯一留的东西，我一定会帮她守住的。老师，师母当年对顾家的帮扶，顾家不会忘，我也不会忘。但是，小初跟孩子是无辜的，而且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，你这是在怪我吗？李叔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，只是小初跟孩子，他们无辜，我女儿就不无辜吗？20多年了。我都不知道他在外面能不能吃饱穿暖，有没有生病，我甚至……李叔，小怪妹妹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还活着，我也会尽全力帮您找她。找？怎么找？我这20多年一直在找都没有下落。李叔，您当年有没有给小怪妹妹什么信物啊？现在网络发达，你把它交给我，顾家有很多这样的人才，让他们去调查，一定可以找到的。信？顾城安，如果你还记着咱们师徒4年的情谊，还念着你师母当年散尽家财重资顾家，在我找到女儿之前，你不要结婚。小初啊，以后啊，这就是你的家了。你放心，你奶奶那边啊，我们也安排好了。谢谢奶奶。宝妈，小初啊，这是燕窝，这是三文鱼，还有奶酪、坚果之类的，都是给你补气血用的。你贫血要多吃些，不够啊，我再让阿姨买。不对，不对呀！什么不对啊？这些都是补养身体的。可小初是宝妈，是我们陆家的大功臣，送这些哪够啊？小初，奶奶送你的，保证贴心。奶奶，其实这些已经够多了。这个呢是平顶的山庄别墅，这个呢是观澜的学区房平层，这些啊是酒店、商场的不动产，还有私人海岛、农场、国外的地和山林的购买合同、珠宝、首饰，不够啊，奶奶再替你买。当然喽，女孩子啊，除了这些，更重要的是自身的提升。奶奶呢，让程安安排了大学之后的规划。你是想继续深造，还是直接工作？都随你。奶奶，这实在是太多了，这算什么？我从欧洲拍下的3项红宝石，还有法国定制的高定礼服都已经在路上了。说，你好不好？不够是不是？我也觉得不够。喂，把瑞士最大的滑雪场给我买下来。等以后你和程安冬天去度假，可以滑雪。你最喜欢滑雪了，是不是？奶奶，其实我不会滑雪。不会我教你啊。哎呦，怎么样？李老师那边怎么说？怎么突然想到滑雪了？你还需要休息休息呢。不是的，是奶奶说要送我一个滑雪场，我不会滑雪。原来是这样，不用那么麻烦。去瑞士太远了，小初要是想滑雪，我直接在庄园里打造个滑雪场。不要滑雪场，我不会滑雪。那就等你想滑的时候再说。
我想上去看看孩子。哎，你还在坐月子，照顾孩子的事让他去干。不用了，不用麻烦顾教授。这怎么能叫麻烦呢？他能伺候自己的老婆坐月子，还不得偷着乐呀？是不是啊，傻小子？是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你跟孩子的。顾教授，哦，进来吧。这位是我们医院最顶尖的护理师王老师，产后护理方面比我专业。哦，王老师你好，顾教授，帮忙把夫人衣服洗一下，我先来做个检查。啊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可以。夫人要放松一点啊，躺平，手放好就行。放松，放松一点，王老师才能检查好。顾教授，夫人恢复的还不错，但药还是要继续吃的。这些药，这个饭前吃一片，这个饭后吃，剂量和次数我都给你写在单子上。好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要抹的，每天晚上让顾教授给你抹一遍，一定要把手心搓热去抹，效果才会好。抹哪儿啊？哦，这个是涂在腹部的，去妊娠纹的。哦，这样，一定要坚持去抹才会有效果的。像腹部、大腿内侧、臀部这些位置，记住一定要用点力，药效才会更好。哦，好，今天谢谢您了。天气开始转凉了，我把空调温度调高了一点，现在去给你放洗澡水，温度多少合适？顾教授，其实你不用对我这么好的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用孩子去获得这些。我做这些，都只是我自己想为你做这些，给我个机会，好不好？你的声音永远温柔的你陪我，把每个以后都织一成最好时候。奇怪，刚刚我明明听到孩子在哭啊。妈妈在睡觉，咱们小点声好不好？顾总，还是我来吧。不用，你去把房门关上啊。不哭了，不哭了哈。我来吧。啊，还是把你吵醒了。没事，来。啊，不用，我有。你有？不用，我有。你有？看来孩子是吃惯了母乳，吃不惯奶粉。那个，你能转过去一下吗？哦，好。抱歉啊，我不知道孩子吃惯了母乳不吃奶粉，本来想让你多睡一会儿。没关系，本来你不叫我，我这个点也会醒的。孩子每天晚上都要吃吗？
我喂完了，你转过来吧。是不是很神奇啊？他刚出生的时候就像一个小猫一样，连哭都不会。是心脏病导致的暂时性缺氧，如果不及时处理，很有可能造成神经性损伤，严重的还会变成残疾。奶奶说，当初捡到我的时候，我也被捂得呼吸不上来，全身都发紫了。小宝的韧劲儿很像你。生孩子的时候，我真的好疼好疼。当看到他哭出来，窝在我怀里吃了第一口奶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好像看到了当初想要努力活下去的自己。我忽然就又有了力气，我觉得我可以像现在这样一直抱着他，就算再苦再累，也不能撒手。都是我不好，当时我应该在你身边的。顾教授，你真的不喜欢孩子吗？如果你不喜欢孩子，为了对你自己负责，也对孩子负责，请你让我带他离开吧。我希望小宝的这一生都是活在被祝福还有被爱里长大的，所以要是他的父亲不爱他，不喜欢他的话，不如不要。你知道新生儿科每年的死亡率跟治愈率是多少吗？死亡率高达82%，治愈率不足20%。我的一个学长跟他的妻子从校服到婚纱是出了名的恩爱情侣，却因为生了一个带有法罗斯联症的孩子，散尽家财，针锋相对，从彼此的最爱变成了最恨。那他们的孩子呢？当时我学长跪下来求我给孩子做个手术，但是在手术的前一天，孩子没了。孩子去世以后，夫妻俩一个恨另一个没有尽全力救孩子，一个又怪另一个没有早点放弃，让孩子白受了这么多苦。在今天之前，我都觉得对一个新生命的负责是一件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，因为幸福太脆弱，疾病、意外都可以摧毁它。但当我抱到孩子的那一刻，他那么软，那么轻，那么脆弱却又那么勇敢。那一刻我感觉为了他，我有力气，也有勇气去面对任何不可控的事情。顾教授，所以小初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好好爱小宝。爱你。小乖孙儿，奶奶来啦！哎呦，睡，妈，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？还问我，你不是也没睡吗？我是更年期，觉少。我是老年人，觉更少。哎，陈安，妈，奶奶，你们大半夜的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呢？哎呀，你开灯干什么？赶紧关了，别把小宝吵醒了。妈，小宝还没睡呢。哎呦，没睡好啊！来，小心肝，让太奶奶抱。妈，别抱了，这耽误人家小两口好事了。啥好事啊？
妈，小初还没出月子呢，什么好事不好事的？亲亲抱抱也是好事啊。怎么继续啊？哎呦，我的心肝宝贝蛋子哎，太奶奶笑死你了！等等，奶奶，孩子刚吃完奶，需要打奶嗝，要不然会呛着的。哦，这样吗？哎呀，这不是嘛，我来，我会啊，这样，嘿。哎呦，你还把他整哭了？这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老妈，还是我来吧。晨啊，你这拍的对吗？应该对吧？娃都没哭呢。他咋会啊？他都没带过孩子。哎，小初，拍的对吗？对，并且拍的很好呢。我们小宝可喜欢了，是不是呀，小宝？哎呦，我的个傻孙子，你还有这本事？啥时候学的呀？奶奶，我是新生儿科的医生，这都是我的必修课。哎呦，果然是一物降一物啊！没想到咱们家的大逆子还能半夜起来哄孩子。这有了自己的娃儿，能一样吗？哦，一切皆可改变。恭喜啊，终于出月子了。接下来你想吃的麻辣烫、烧烤、螺蛳粉、奶茶都可以随便吃了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想吃这些了？睡觉的时候。我睡觉的时候说梦话了。那我还有没有说别的？快说呀！说呀！哎呀，还说什么呀？还不快去好好打扮一下，准备出去玩。今天的消费，奶奶买单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不用了，奶奶。奶奶给你的，你就拿着。小财迷。谢谢奶奶。走吧。老师。这位就是我的老师黎叔。哦，黎叔好。别担心，老师会明白的。这个大叔好眼熟。好舒服呀！虽然在家也能晒太阳，但是总感觉今天的太阳格外的灿烂明媚。虽然刚出了月子，但是也要注意不能着凉。知道啦。走吧，我们进去。好。我想去逛母婴店。母婴店？妈和奶奶都往家里搬了好几个母婴店的东西了。我知道，但是我还是想亲自体验一下给宝宝买东西的感觉嘛。哪怕就买一顶帽子也好。好，我陪你体验。接吧，是在休假的时候打来，肯定是有急事儿。哎，没什么急事儿。助手以为我今天去上班了，把我的号放出去了。我已经让医院安排别的医生替我出诊了。怎么能让别的医生替你呢？你知不知道你的号有多难抢？我上次都是费了好大的劲才抢到的。那些病人家属肯定也是这样，如果他们见不到你，肯定会很失望的。那你……我没事，你早去早回也行。好，那你等我回来再去逛母婴店。走了。1个月了，有顾教授陪在身边的幸福，美好的不像是真的。沈天初，小初，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？我真的好想你啊！欣欣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初，这段时间你都去哪儿了呀？自从我上次给你打过电话以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你了，人家好想你的。我也很想你。走，我们边走边说。走。小初，我跟你说，这家店的衣服我经常来，特别适合你，一会儿好好选选啊。哎，你看那个镯子。沈念初，你是
张甜甜，初中的时候住你隔壁的。哦，原来是你啊！倒是没穿当年那身带馊味的破衣服，不过你品味还是这么土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我难道说错了吗？当初你是不是穷得连饭都吃不起？穿的也是你奶奶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衣服，那些衣服是干净的，你承认了？麻烦你们两个听好了，我们店可是世界知名品牌，不是随便什么土鳖就能进来蹭做蹭水的地方。你说谁是土鳖呢？把你们经理给我叫过来，我倒要让他看看他们店的这个什么酸酸甜甜到底是怎么服务的。说我们土鳖，你见哪个土鳖有金卡的？对不起，这位客人，这样我们换一个人为您服务。我为什么要换人？我就要让他给我们服务。欣欣，小初，一看他平时就没少欺负你，你等着，我给你报仇。看什么看？还不赶紧去！没事。小初，那天我给你打电话以后，你就退学了。有些嚼舌根的人说你怀孕了，你该不会真的被你那个大伯给坑了吧？没有，但是怀孕的事情是真的，孩子已经出生了，我才刚出月子。小初，你受苦了，我一定要狠狠的宠你。这些衣服你都试一下，喜欢哪件我买给你。欣欣，其实我也没吃什么苦，我还不了解你嘛，向来都是报喜不报忧的。好啦，走，快去试衣服。来，哎呀，快去啦，快去！沈念初，敢让我丢脸，哼，我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怎么样？怎么啦？都不太适合我，可能是我最近长肉了吧。这哪里长的是肉？这明明就是福气嘛！再说了，生小孩子那么累，当然要补回来了。实在不喜欢的话，那咱们就换一件，正好，免得在这里给某些贱人创造业绩。走。站住！把衣服弄脏了就想溜，不合适吧？大家都来看看啊！这人试个衣服都弄成这样了，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？这不可能，我试的时候明明没有的。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你还在喂奶吧？怎么会有你这么邋遢的人？试个衣服都能把奶水弄在衣服上面，真恶心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真的没有。
听说你大学没毕业就被一个老男人包了，你该不会真以为给他生个孩子就能翻身吧？乡下人就是乡下人，是个衣服都能弄脏，恶心死了。你别欺人太甚了。怎么回事？经理，这衣服上都弄的都是奶渍，我们还怎么卖呀？这位顾客，不是我偏袒我们家甜甜。既然您在哺乳期，在试衣服的时候就要注意一点。像这些衣服损毁成这样，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拿出去卖了。我真的没有，怎么会有这种人啊？这奶水都沾到衣服上了，这太晦气了。哎，咱们先别买了吧，等他们消完毒之后，咱们再卖吧。真恶心！沈念初，就是因为你，我们现在整个店都要关门消毒。你可真是个毒瘤啊！这位顾客，您是选择花钱清洗赔偿呢，还是说都买下来呀？买？他买得起吗？谁说我们买不起？把这些衣服都给我包起来，多少钱？我来买。西西，别，没事的，小楚，咱不收这个钱。这位客人，这些衣服总共是300万零2千。300万？你这么贵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些衣服吊牌价加起来也不过是8、90万，怎么可能会有300万呢？衣服是不怎么贵，可是加上闭店的费用，还有消毒的费用以及工人的费用，这些都是算钱的，都得算费。是啊，沈念初，人穷呢就要认，少打肿脸充胖子了。有钱人的消费是你想象不到的。你们太欺负人了！我没有弄脏这些衣服，我要求调查监控。沈念初，见过哪家试衣间还装监控的？真当人都跟你一样恶心。可是我真的没有，我的衣服都是干的。哦，什么衣服是干的？内衣？那你敢脱下来证明吗？如果你们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派一个人跟我去试衣间，我能证明。够了，沈念初，不要以为大家都跟你一样恶心，谁想看你到底露不露奶呀？就是啊，这也太奇葩了吧！检查露不露奶，还需要去更衣室吗？我正在给你检查。检查露不露奶，还需要去更衣室吗？我正在给你检查。你们都给我闭嘴！干嘛呢？哎，我这不和他开玩笑呢吗？我朋友就在这附近，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他过来付钱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我朋友可不是一般人，等他过来，你们这家黑店，我看你们还开不开得下去？你在恐吓谁呀？啊！嘿，你把手机还我！不给！你还给我！哎，新鲜想走，门儿都没有。给我！告诉我！啊！明明我们俩一样穷，凭什么你能考上大学？凭什么你能交这么有钱的朋友？想让我服务你？今天就让你丢脸丢到家！有脸弄脏衣服，没脸承认是吧？你不是想证明吗？我来帮你证明。小初，沈念初，你敢推我，我打死你！小初，住手！我打死你！住手！ See the light, 낯선 밤을 깨워내 심장에 박힌 자득한 말을 가린 채 널 안을게 See the light, 깨진 맘을 열어내 怎么样？ 입술에 맺힌 더 깊이 널 원하네 有没有受伤？ 没事。
欣欣，你没事吧？顾教授，他们说我把衣服弄脏了，可是我真的没有。没事儿，我来解决。你就是包养他的那个男人啊！你女人给你办了300万，还不赶紧踹了他？我真的没有。哪些衣服是他弄脏的？这位先生，刚才是300万没有错，可是现在300万恐怕不够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好，你说要多少钱？顾教授，我没有弄脏衣服，你不要赔他们钱。我数3个数，说多少钱？3。你跟顾教授什么关系？300万，说掏就掏啊！2。他为什么要掏这笔钱？那他真的觉得衣服是我弄脏了，所以觉得很丢人，才想用钱摆平。1。一口价500万。你说什么？你这简直就是在抢劫！100万，真抢！顾教授，你相信我，不是我做的，你不要赔。好。我去，真给呀！他是不是不太聪明？这经理不是摆明着坑他钱的吗？他肯定觉得我很丢脸吧，想花钱快点走。这里是500万的支票。真是人傻钱多啊！轻轻松松500万入账，发财了。这么有钱又帅气的男人，凭什么便宜沈念初？看我把他勾走！帅哥，这张支票给我吧。想要啊？想要，当然想要啦。顾教授，顾教授什么意思啊？这女人不是在勾引他吗？他难道看不出来吗？这哺乳期的女人身上一股味儿，我知道，你也很想要吧？我靠！你这个贱女人，你这太不要脸了！大庭广众之下公然发骚，就是顾教授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是觉得我太丢脸了吗？马上给我过来！不好了，总裁，不好了！龙湖商场那边经理跟张甜甜闯祸了，怎么回事？他们得罪了顾氏集团少奶奶，现在顾氏集团要联合其他公司控制顾家，再这么下去，咱们就要破产了呀！顾家少奶奶，就是前段时间顾家放出话来说谁也不许欺负的女人。这两个没用的东西，怎么会得罪这个后影？快备车，我要3分钟之内到达龙湖。是。顾教授是什么意思？500万的支票，500万，说扔就扔了啊！500万于顾家，就有如5块钱于普通人。我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。我们过去坐着等。先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这500万我就算是扔了，也不会给你们。不给？你可知道我们这家店可是整个 DW 集团最大的一家店？我跟 DW 集团总裁可是老同学，不给钱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帅哥，你还是把支票给我吧。为了沈念初得罪我们公司的总裁，那可是得不偿失啊！你这么向着他，不就是因为他给你生了个孩子吗？你喜欢的话，我也可以。贱人，你家里没有镜子，你总有尿吧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着你自己，什么嘴脸？你配得上我们顾教授？你说了这么多话，就是不想给钱了？好啊，就把支票给我抢回来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对，您可算来了！这些穷鬼他们不搞结账，哎呀，我真的替你们教训他们！
你给我闭嘴！顾先生，实在抱歉。离3分钟还有3秒，1、2、3。顾先生是在等什么人吗？我陪您祈祷。顾总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将 DW 集团在我们顾氏所有的门店全部关门整顿，并且取消了其所有的线上销售渠道。什么？顾先生，饶命啊！顾先生，你这么做可是断了整个 DW 集团的生路啊！顾先生，不可呀！不可以吗？我以为你们 DW 集团以权压权，以多欺少，是可以的。顾先生，我知道错了，您放心，我马上把这些捧高踩低、品行不端的人处理掉的。顾教授这招以权压人很厉害啊，却没想到在顾教授这种绝对权势的面前，他们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。唉，这 DW 好歹也是全国100强的大企业，这顾教授一句话，他们说完就完了。小初啊，顾教授这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呀！顾教授，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呀？他们敢欺负我老婆，欺负顾家的少夫人，这是他们该受的惩罚。顾家少夫人。可是，如果一个企业倒闭了，那会毁了很多人的。你想一想，那些员工，还有他们的家庭。顾夫人说的对啊，我们集团每年都给慈善机构捐赠衣服，也算是5好集团了。顾先生，请您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马吧。好，那是看在我夫人的面子上。不过，你们要拿出今年1成的利，捐给贫困山区当慈善基金。欣欣，这样行不行？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怎么能决定啊？夫人，该集团1年的溢成利大概在1个亿左右，对于他们来讲有影响，但不致命。但是对于山区的孩子们来讲，是件好事啊！对，谢顾夫人，谢顾先生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顾总，那欺负夫人的经理和张甜甜该怎么处理？那是他的人，我管不着。不过我可提醒你，你之所以损失这1个亿，都是因为他。我知道了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推下去！等等，等等，我很确定，这些衣服我在试衣服的时候没有弄脏。现在我要弄清楚，到底是谁弄脏了衣服，还我一个清白。既然试衣间里面没有监控，那店铺里总有其他的监控设备吧？有，我马上去查。沈念初，你金主刚才就一直用权势压人，你还装什么圣母婊要清白？你都已经被男人包养了，还有清白了你？顾夫人呐，这个贱人嘴臭得很。别生气，我替你教训他。张甜甜，我清不清白等监控来了就知道。倒是你，还是担心一下真相被揭穿之后你自己的处境吧。造谣抹黑可是要坐牢的。顾夫人，查到了。原来是在衣服上倒了牛奶。哺乳期的孕妈妈本来就很辛苦，出来逛个街还被这人凶。这样子的张甜甜就该报警被抓起来。是贱人，贼喊捉贼还跑！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贱人，我都为你，让你放弃，我让你干我。对，我欠那些钱，你都不让还，我哪有钱？我不管。我告诉你，我饶不了你，我。沈念初，都是因为你。既然你不让我好过，我就让你下地狱。
喂，小哥，是我甜甜，你表妹沈念珠帮人贷款了。把这些衣服给我扔了。别，这些衣服只是沾到了一点牛奶，洗洗还能穿的。老婆，你是顾家的夫人，用不着这么节俭。天哪，小初，所以顾教授真的是你的老公啊？你先别激动啊，我跟他说来话长。那你就长话短说，老实交代。小初是我孩子的母亲，这就是全部。我的个老天爷呀！我的闺蜜竟然是顾家的少夫人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我下半辈子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努力了？放心吧，有我一口馒头吃，就有你半口粥喝。下次请你吃饭。哎呦，这辈子还能吃到顾家少夫人请吃的饭呢，那我一定要去，一定要去。去你的！顾总，照顾好我们家小初啊，他要是有半点闪失，我可不管你是哪门子的豪门，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。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好，那我先走了啊。拜拜。给你。这是什么？我的黑卡，不是要请吃饭吗？你朋友都放话了，要是我照顾不好你，可是要挨拳头的，总得表示一下吧。那谢谢啦。走吧，去逛名店。啊，我怎么觉得你比我这个当妈的人还想逛名店？哎，你好，把这店里最贵的衣服和帽子都给我包起来。是，好的。等一下，最贵的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呀。咱们宝宝头大，头发呢又比较旺盛，这种全包的帽子啊就不适合他，这种半包的呀才是最好的。行，那就拿这个。哦，我们先自己逛一下。像最近流行的这种连体裤，其实还不如这种小裙子来的透气舒服。你要给我儿子穿裙子啊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干嘛不让我说话？你都要给我儿子穿裙子了，还不让说了？你干嘛那么大声呀？又不是一直给他穿裙子。再说了，马上就要到夏天了，他又要裹尿不湿，又要穿那么紧的裤子，能舒服吗？如果是你，你不希望清爽一点啊？那这个吧，这个看起来酷一点。这是我的底线。行吧，那就拿那个。黎叔他们还在。你先上去看孩子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张哥哥，好消息，我爸同意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。我等这一天都等了好久了。什么意思啊？爸说了，这份婚约他宁愿换人，也不愿意退婚，所以就换我来见你啦。换人？黎叔，你这么做不仅是对我不尊重，更是对你女儿的不尊重。我不是商品，我的妻子不是你想换人就能换的。陈安哥，黎叔，我不同意这份婚约，更不同意换人，太荒谬了。这份婚约代表的不仅是我女儿，更是我的妻子。难道你们把她忘了？老黎，我们怎么会把婉妹忘了？当年顾家有难，要不是他第一时间调动一家所有资产倾囊相助，就没有现在的顾家，也没有现在的陈安。是啊，小婉对我们顾家有天大的恩情，但是没有什么但是，干妈因为女儿走丢郁郁而终，要是她在天之灵看见顾家毁约，得多伤心啊！陈安哥哥，干妈对我有养育之恩，我愿意代替她的亲女儿嫁给你。我愿意代替她的亲女儿嫁给你，先让这份婚约继续。而且，黎叔的女儿要是后面回来了，我心甘情愿把这个位置让给她。这些沈念初可做不到。
我能做到。所以，如果我能做到，是不是也可以把提婚人选换成我？小初，我是个孤儿，我没有自己的亲生父母，和我相依为命的奶奶也老了，而且我还和顾晨安有了孩子，所以相比之下，我才是更合适的人选。你怎么就比我更合适了？你一个上着大学就怀了孕的女人，怎么配得上陈安？怎么配替黎叔的女儿嫁给他？你给我闭嘴！你那么激动干什么？是因为你很爱他吗？如果爱的话，那就更不适合这场提婚了。因为如果有了感情，怎么能够做到说放弃就放弃呢？可我和顾晨安的相遇，只是一场意外。如果黎叔的女儿回来的话，我可以做到说走就走，把位置让给他。所以如果要提婚，我会是更合适的人选。我不同意。顾教授，我很感激你和你家人这几天来对我的照顾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但是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的，我就一定要把它给解决了。如果真的是我抢了黎叔女儿的幸福，那等她回来，我就把位置让给她。我不答应。闭嘴，退后。你是认真的？当然。我说我不同意。如果您觉得我说的话不够真诚的话，我还可以帮您找回女儿。就凭你，当年我爸为了找回小乖妹妹，动用了所有的势力，所有的报纸刊物全部都登了头条，最后还是没有找到。你一个穷鬼大学生，说要帮他找女儿，口气还真是不小。小初，我要娶你，不是用什么换人的方式，我就是要娶你。可是顾教授，我不想。其实我应该承认都是我的错，也许失望累积了太多，兑换了梦。顾教授，你和你的家人都是很好很好的人，真的很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，让我体验到了我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日子。但是我明白，什么女婿子贵，什么灰姑娘嫁给王子，那都是童话故事，是不切实际的梦。哼，还算你有点自知之明。我不想成为顾夫人、顾少奶奶、孩子的妈妈，我想成为的只有我自己。我不想成为顾夫人、顾少奶奶、孩子的妈妈。我想成为的只有我自己，所以，顾教授，我们之间的感情也不值得你去不念旧情，去放弃家族利益和我在一起，也不值得我放弃我自己的未来。似曾相识的场景，把回忆唤醒。我知道，我全都知道。但如果没有那场意外的话，我还会继续读书。说不定我以后会成为一名老师，也有可能是一名医生，我会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的。沈莲说：“你装什么？难不成嫁进顾家，嫁给陈安哥，委屈你了不成？”爸，你看他。好，如果我女儿的婚约是被你这般品质的人代替，我想婉妹不会怪我。爸，你怎么
么可以答应他？沈年说他……那老师，上次您说的信物能不能给我们看一下，好让小叔去找一下？好。哎呦，我平时都带在身上的，今天出来太急，落家里了。稍后我让人给你们送过来。行，有了信物，找人也更加方便。走了。你给我等着。小初啊，你受委屈了。小初，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？有什么事儿告诉我们，别憋在心里。没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，我刚刚说的话，其实就是我心里最想说的。你们不是一直问我出了月子最想做什么吗？我想回到学校，重新读书。好，我去给你办入学手续。等会儿送小初去学校，记得跟李校长他们打招呼啊。哎，对，千万不能让我的小叔再受委屈了。知道了，我今天有讲座要去学校，我不会忘的。奶奶妈，孩子我已经哄睡了，奶我都冻在冰箱里了，每个袋子上都写了时间，你们到时候按照时间喂就行。啊，行，你去吧。什么奶还要冻冰箱？母乳啊。我不冻在冰箱，难道还要一边喂孩子一边上学啊？你没事吧？你的脸看起来好像挺红的。有啊，我先去车上等你吧。他怎么了？他呀，长这么大第一次脸红，以后老夫老妻就没事了。那我也先走了。今天我有讲座，你要来吗？其实我之前有预约过，但是阴差阳错出了那场意外。那这次一定要来啊！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小初，哇，欣欣，你今天也有课啊？少转移话题啊！你当我瞎吗？这顾教授都送你来学校了，你快跟我说说，顾教授带不带劲？小点声，我还没想好我要不要公开和他的关系呢。毕竟我跟他差距那么大。懂，我都懂。那我以后就是你顾少奶奶忠实的狗腿子啦！啊，还敢说？好啦，不说了。哎呀，你跟我说说嘛，顾教授有几块腹肌啊？有没有胸肌啊？行啦，亲爱的，我今天在隔壁上课，到时候咱们俩一起去听顾教授的讲座，记得给我占位置啊。没问题。好，拜拜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那个贫困生沈念初被他大伯卖给了一个老男人，好像被包养了。生了孩子就回来上学了，看不出来他居然是这种人，穷归穷，还这么不自爱。你们在说什么？还能说什么？当然是说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，破坏别人的家庭，还生下野种事情。你血口喷人，还狡辩呢？被豪车送到校门口，不是被包养了，还能是什么？这明明是方宇，你明明知道我没有被包养，我有证据。证据都怼到你脸上了，还装？这种伤风败俗的人，简直就是学校的耻辱。这让别人以后怎么看我们学校？是啊，这种人就应该被退学，真不要脸，败坏我们学校的名声。我不敢和他一起上课了，不能染上辫子吧？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跟我们坐在一间教室。今天我们就要替学校拨乱反正。你想干什么？
你们放我出去！你们想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贱人！前几天抢了我的陈安哥哥，很得意是不是？我看你们得意到几时！你拿我喝的是什么？当然是让你身败名裂的好药。上次让你占了便宜，这次可就没那么容易。我要重新去找陈安，不就是生孩子吗？你会，我也会。至于你，我倒要看看，要是被脏男人睡过之后，陈安还会不会那么拥护着你？你们真的在一起了？所以李叔叔能在学校多多照顾他，他之前受了太多委屈，我不希望他再受到伤害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多留意。当初你小子呀，为他求情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你对他不一般。没想到啊，现在连孩子都有了。真想好了，我哥那关可不好过呀。想好了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放弃和他在一起。我再多说一句啊，你对他有真感情吗？还是说因为这个孩子，你想负起这个责任，才去跟他结这个婚？一开始我们之间确实没什么感情，甚至因为一些误会还互相看不顺眼。你擦够了没有？对。不过相处了这么长时间，我发现念初顾教授天真、活泼、善良，我对他早已经有了不一样的感情。也许他还不能完全接受，不能完全对我敞开心扉，完全信任我，但我会用时间和行动去证明这份爱。这我就放心了，念初一定会明白，你是个值得托付的男人。行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走。李叔叔，陈安人呢？哎呀，云云，叔叔劝你啊，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顾承安呀，他是真心喜欢那小丫头的呀。不可能，我马上就要成功了，你们谁都别想拦着我。小初，你倒是接电话呀！这讲座都要开始了，到底去哪儿了呀？哎，陆教授，小初，你倒是接电话呀！这讲座都要开始了，到底去哪儿了呀？哎，陆教授，你可算来了！小初不接电话，我联系不上他，我都快急死了。联系不上。上午你们不是还在一起吗？怎么会突然不见的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呀。我们上午不在一个教室上课，我们分开的时候明明已经约好了一起来听讲座的，但是你看现在都几点了，他还是没有来，他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吧？你先别急，他应该是有什么急事儿。我现在就打电话找人。哎，陆教授，我等你好消息啊！哎呀，放手！你就这么讨厌我？我还要上课，有什么事之后再说。你干什么？陈安哥哥，小时候你说长大了就会娶我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我知道你一定没忘。你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被沈念初那个贱人勾走了魂，不就是生孩子吗？他能生，我也能。只要你尝过我的滋味，就一定会把那个贱人抛之脑后。陈安哥哥，我好想你。陈安哥哥。陈安哥哥，
别走，这药效很烈，你这样出去会受不住的。包小姐这个货还挺正，这小鼻子小眼儿的，对爷的胃口。小妹妹，别害羞啊，爷是艳阳虎。这是谁？你别碰我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敢碰我这个？我警告你，你不许过来！威胁我是吧？啊，就这点劲儿，你给我玩情绪是吧？不过我喜欢啊！救命！谁来救救我！竟然给我下药！陈安哥哥，我从小就很喜欢你，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可你为什么眼里只有那个不知好歹的沈念初？他到底哪里比我好，值得你为了他跟爸爸反目？你看看我，陈安哥哥。你以后就会知道，跟我在一起才是最好的。孩子的问题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看待，对你也好。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。顾教授，顾教授，你在忙吗？能不能求求你帮我找找小初啊？他的电话我怎么都打不通，他肯定是出事儿了呀！顾教授，顾教授。沈念初，他早就被那个脏男人给糟蹋了，我们现在谁都救不了他。都干什么？陈安哥哥，小猪的，完了。把门开开！小兔子，把门开开啊！小兔子，跑掉了吧？跑，你当时跑啊？让你跑啊，跑不动了吧？你就乖乖听我吧。别打了，太难要出人命了。念念受伤，然后没事，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哥哥，没事了，啊，没事了。陈儿，我好难受，我想离开这里。我现在就带你离开。来，等一下，别扯淡！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他赶紧把事情给办，结果还是被那个贱人给发现了。陈安哥哥，你回来了。沈念初脏成那个样子，你肯定不想要他了，还是我。别跑！像这种恶心人的东西，你还是自己享受。
你别走！开门！快开门！我好难受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不想强人所难。如果你不愿意，随时有叫停的权利。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it? Have you ever gone this far? Now I'm calling you out about it. Have you ever gone this far? 'Cause it feels like a broken piece of glass, and it feels like a hologram at best. 把我吃干抹净了，就想跑？谢谢你救了我。那现在有没有多喜欢我一点点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有。我小孩子了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喝奶，我去看看。我陪你一起。沈年初这个贱人，害我差点被那个脏男人给糟蹋，自己却在这里勾搭陈安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哇，那照你这么说，顾教授昨天一进去就把那个臭流氓打的是屁滚尿流，满地找牙的。那顾教授也太帅了吧！不过后来他要抱着你走，我也没来得及管。你老实交代，你们俩昨天干什么好事去了？什么好事啊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哎呦，你这个臭丫头，就你这个样子，还想骗过我这双火眼金睛？看你的脸都红的跟猴屁股似的，还说没有好事儿？我哪里脸红啊？瞎说的，瞎说。你等一下，你还想干什么？竟然还敢来！昨天要不是顾教授及时赶到，我们家小初就被那个臭流氓给糟蹋了。还没问你，昨天那个脏男人滋味如何？啊？这个就是爸爸的信物。这个就是爸爸的信物。就是这个。希望你能尽快找到爸爸的女儿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就像楼下花坛里捡的垃圾一样。这是黎叔的信物。黎叔？你是说那个百年企业黎氏集团的董事长？你怎么跟他扯上关系了？黎叔走失的女儿跟顾晨安有婚约，他不肯解除，所以我就答应先替婚，同时帮他找女儿。不是，等会儿你说什么？顾教授有婚约，你还替嫁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别被那个男人给骗了。你刚刚还夸他帅呢，这么快就变心了？那我不管，他要是敢欺负你，我管他有多帅，我照样往他脸上扁。你先别激动，
他没欺负我，是我自己说的。我跟顾承安本来就没什么感情基础，到时候等黎叔女儿回来，我可以让位。让位？哎，我说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啊，像顾教授那么好的男人，你还要亲手把他推给别人，还找女儿？我看你这是亲手给人家找个新老婆。我是真心的，我和顾承安的相遇本来就是一场意外，我们都有各自的生活，我不想让他为难，我也不想放弃自己的未来。可我看你们也不像是没有感情的样子啊！昨天顾教授知道你被人下药了以后，那眼睛都红了，我可从来都没有见过他发这么大的脾气啊！可见他还是关心你的。小初，你对他就真的没有动过心吗？怎么可能没动心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算了算了，拜拜就拜拜，下一个更乖。你就别伤心了，我的小可爱，好吗？这个什么信物的，我也会帮你一起找的，你就别担心了，哈，走。沈念初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找到人。是你呀？打扰了，请问小初在家吗？你又找小初干嘛？又想逼他们退婚呐？哎呀，妈，老黎坐吧。主要是问一下小初，我的女儿找的怎么样了？哎呦，那你来的不巧了，他们俩呀，今天一个上课，一个有讲座，不过等会儿就回来了。您坐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你个沈念初，我那么珍贵的信物，让小云亲自交给你，好好放着就罢了，竟然这么随意，戴在这个毛都没长齐的孩子身上。老黎，来，喝杯水。你们给我解释一下，我那么珍贵的信物，怎么会戴在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身上？我们也不知道啊。这不对呀，这明明是小初给孩子的项链，说是他父母小时候给的，不是你那什么信物。怎么可能？这分明是我给我女儿的东西，怎么可能那么巧戴在这个孩子身上？你们顾家把我耍得团团转，很好玩是吗？亏我那么信任你们，还把信物交给你们，你们等着！老黎，老黎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俩可算回来了。刚才林叔来过了，说想问问小叔找他女儿的进度，结果啊，莫名其妙发了好大一通脾气，刚走。我们不是一直在找吗？他怎么生气了？说你们没有把他的信物保管好，随便挂孩子身上，我们还没来得及解释呢，他就气冲冲的走。信物不是一直在陈安那吗？保存的好好的呢。这黎叔应该是在故意刁难，他压根儿就没想相信我们。没关系，我已经把信物的消息都放出去了，而且星星那边也帮我找了好几个媒体记者。黎叔那时候没有条件，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借助网络的力量，传播范围就会更广，这样我们也能尽快得知线索。等到时候我们找到他的女儿，他就不会生气了。喂，真的吗？有人来认领信物了！有人来认领信物了！哎，那快，去把人请过来呀！您别急，人已经在外面了。怎么是你啊？怎么不欢迎我？怎么是他？顾总都已经找人确认过了，认领信物的就是这位小姐，没有错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你凭什么来认领信物？这个戒指是黎叔的信物。
老师的信物是个戒指，我怎么记得不是？戒指的细节还有信息，到时候一定要和前来认领的人确认，以免认错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戒指，这个黎叔好像很有钱的样子啊。要是我去认领，做他的女儿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你凭什么来认领信物？我当然是有证据了。我从小就被领养，我的养父母说，我的亲生父母给我留了一枚戒指，就跟你手上这枚一模一样。那你倒是说说这个戒指的细节信息。里面那圈有一个小红点儿，细节都对上了。你快打电话叫黎叔过来。叫我做什么？我围在这儿干什么？爸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不应该啊，明明我给的是假信物、假信息，不该有人来认领啊。你怎么证明你就是爸的亲女儿？他就是来认领信物的，而且信息都对应上了。连信物都没搞清楚是什么就出去找，我给你的分明是那条项链。玉佩项链是孩子脖子上的那条，可是那条项链明明就是我的呀。你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想说你是我的女儿吗？不可能。哎，可是孩子脖子上那条项链真的是小初的呀。是啊，小初把项链戴在孩子脖子上的时候，我们全家人都看到了呀。还在骗我，真把我当傻子玩是吧？找假的忽悠，一看不行，便自己上来冒充。真亏我当初那么信任你，还把信物交给你。你们顾家这群骗子，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爸，你不能就这样走了呀！爸，你怎么能不认我呀？就算你不认我，你该给点钱吧。沈念初竟然就是爸的女儿，这要是让爸知道了，我以后在家里还怎么过？这个蠢货肯定好对付。我知道你并不是黎叔的亲生女儿，但是我可以让你成为他的女儿，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，只要你乖乖的听我的话。黎叔的玉佩为什么会和我的一样？念初，你有没有想过找回自己的亲生父母？以前我是有想过要找回自己的根，但是现在奶奶的身体越来越差了，所以我也就不想了。毕竟奶奶她才是唯一把我养大的人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奶奶年纪大了，她比谁都更希望你多几个依靠。所以你也觉得我应该试着找回自己的亲生父母吗？只要你想，我就尽全力帮你。但是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你。谢谢你，陈安。我想你说的对，现在我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，也是时候应该找回以前丢失的大家了。你是谁？就凭这块玉佩，真能骗过黎叔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有共同的敌人。你是说沈念初？你也认识他？只要你按我说的做，就可以很轻松地把他藏在脚下。不仅如此，黎叔家大业大，钱也是少不了你。好好好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我该怎么做？
先别着急，我还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事成之后，婚约作废，让顾承安娶我进门。没问题。爸，看我带谁来了？您亲女儿。哼，你也开始帮着他们骗我了？怎么可能呀，爸？刚才我把他拉到一旁，偷偷问了一下，您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他的东西。爸，我教你找的好苦啊！当年养父母找到我的时候，我脖子上就只有这一块玉佩项链，我还以为我的父母抛弃了我，没想到您还是没有放弃找我。没错，玉佩是挂在小龟的脖子上的。你还记得你是在哪被人捡到的？火车站附近。对，我和我女儿是在火车站附近走丢的。爸，我还记得小时候您给我缝衣服、织帽子，您还带我去病房看病历。对，全对上了。我的小乖，爸终于找到你，这些年你在外面受苦了。陈安，等一下，我真的有点不敢相信，找了这么久，我竟然有可能是你老师的女儿。我跟黎叔的女儿从小就有婚约，所以这就是缘分啊。好了，笑一下，别皱着眉头了。是医院的电话，我提取你跟黎叔的 DNA 送去了检测，应该是要出结果了。结果是什么呀？加急实验需要授权，你先进去找黎叔，等我回医院帮着做完加急，带着结果来找你。好，我等你。爸爸终于找到你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沈念初，你来的正好。张甜甜果然是爸的亲生女儿。你说巧不巧？虽然戒指没对上，但这个人的身上有一枚玉佩，走失的细节也都对上。另一枚玉佩，爸，就是他，那天在服装店把我丢出去，让我赔了好多钱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沈念初，你敢欺负我女儿？不是的，明明是他先污蔑我的。沈念初，我的小乖从小就品质优秀，他会污蔑你？沈念初，甜甜可是继承了爸和妈的优秀基因，反倒是你没爹没妈的野种，借着爬床飞上了枝头，骨子里还是个下流货色。甜甜会污蔑你，明明就是你欺负做服务生的甜甜。不是，我真的没有。你有。爸，那天他让我丢脸丢大发了，你一定要帮我还回来。甜甜，你说叫他怎么做就怎么做。黎叔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是非不分呢？明明是他这样子。沈念初，20年，我终于找到我的小乖了。我有什么不可以？只要我家小乖想要的，就算是天上的星星，我也给他摘下来。哼！沈念初，这一巴掌，我是为了让你记住，我现在已经找到了我的亲生父亲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欺负我的。来人！张甜甜，要干什么？甜甜，爸，当初他就是这样让人把我摁着给他磕头认错的，而且好多人都录了视频，他还用花瓶砸了我的头。沈念初，没想到你这么恶毒。我没有。你有，你就有，你仗着顾承安给你撑腰，就肆意的践踏我，没想到吧，你也有被我踩在脚下的一天。
想到张甜甜下手这么狠毒，好，砸烂沈念初的脸，陈安哥哥就再也不会喜欢她。今天我就让你尝尝被花瓶砸头的滋味。你在干什么？小叔，你怎么样？你的脸。陈，他们说我欺负张甜甜，你快告诉他们，是张甜甜先污蔑我的。顾承安，你还敢帮着这个女人？你知道她有多恶毒吗？陈安哥哥，沈念初穷人家妇太过分了，爸也只是想帮甜甜讨回一个公道。他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让黎叔替他讨回公道？顾承安，他就是我找了20年的小怪。爸，我的手好疼啊！陈安哥哥，你还不知道吧？甜甜是爸的亲生女儿，你看他们两个多亲多像。陈，他们都说张甜甜才是黎叔的亲生女儿。黎叔，你要认一个这样谎话连篇、恶迹累累的女人当女儿，你就不怕天上的师母怪罪你吗？我认回我的小乖，你师母怎么会怪我？老婆，他刚刚是不是打了你2巴掌？顾承安，你干什么？陈安哥哥，你就不要气我爸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只是利息。黎叔，您一直教导我当个绅士，所以我本来不应该打你的。但是这个女人冒认是您的女儿，还污蔑我的妻子，我忍不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冒认？爸，你快来看看甜甜妹妹，她好像被陈安哥哥打得有点严重呢。爸，我好疼啊！黎叔，这才是您和您亲生女儿的亲子鉴定报告。我的妻子沈念初才是小乖，才是你的亲生女儿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鉴定报告是我亲手做的，不会有任何问题。而且这个照片是小叔奶奶提供的，这个玉佩，她从小戴到大。爸，是不是出错了呀？明明甜甜才是，怎么可能沈念初？方云，你给我解释，照片上的玉佩为什么会出现在他的手上？我也不知道呀，爸。你当然知道，因为这玉佩是你从我孩子身上偷走，是你给了张甜甜，想利用她达到自己的目的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爸，你听我解释。张楚，我看着你可怜收养了你，供你读最好的大学，倾心玉石的养着你，没想到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。不是这样的，爸，我只是太喜欢陈安了。凭什么沈念初抢走了我的未婚夫，现在又要抢走你？你从来没有摆正过自己的位置。这个婚约，它不是留给你的，那是留给我女儿的。我也是你女儿，婚约、财产，你的一切都应该是我的。好一个我女儿！从现在开始，我不是你父亲了。来人，将这两个不知好歹的东西给我丢出去，发配到非洲，从此再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不能这样对我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我大学还没读完，我的遗产还没继承，我的衣服、珠宝，还有陈安，不可以！我不要去非洲，我还没有
小乖，你听我解释。林叔想要解释什么？解释你刚才不是故意认不出我的，解释你是因为太过想要找到女儿了，所以才会误会我的，还是解释刚刚的一切你都不是故意让它发生的？没关系，反正我这么多年来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，因为我有一个很爱我的奶奶，她从小就教导我要做一个善良、正直、诚实的人。现在我很诚实的告诉叔叔你，我不想要你这样一个父亲，一点都不想。小乖，姑父，春兰，我怎么会这样？我对不起小乖，我对不起小初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！老师，小叔一定不希望你这样对自己，你再给他点时间，他会接受你的。真的。快，摄影师来了，赶紧出去吧。哎呦，去年拍全家福呀，就2个人，今年啊，人直接就翻倍了。是呢，太好了。哎，老姊妹，咱们赶紧去看看。好，走。老公，记得不要打领带，快点下来。老公哭了啊！哎呦，宝宝来啦！奶奶抱，哎呦，老乖宝，哎呀，小初，今天拍全家福，你通知你爸了没有？小初啊，这都半年过去了，你爸为你做的事儿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父女没有隔夜的仇。再说了，你不希望小宝多一个亲人？可是现在摄影师都已经来了，现在联系太来不及。来得及。小初，爸爸给你准备了花。危险！旅途一步行程。人都来齐了吗？来齐我们就开始了。走。错过相拥，时间记住有微风。